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曼曼，今年45岁，家里有2个哥哥。周六是哥哥们不上班的日子，他们约好了来我家串门。我们刚吃完午饭，一起在客厅聊起给母亲扫墓的事情。这时，父亲提着一箱牛奶和一袋苹果来了我家。父亲进了门，看到2位哥哥也在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他假装咳嗽般清了清嗓子，避开哥哥们的目光，对我说：“曼曼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些吃的，你多吃点，好好补补身体，别耽误了工作。”其实我并不想给父亲开门，但他一遍又一遍按门铃，实在是太吵了。他不仅不停地按门铃，还在门外大声呼喊：“曼曼，快点开门，我是你老爹，快开门！”考虑到这样会打扰到隔壁邻居，我只得礼貌地开门迎接他进来。尽管他说让我多吃点这句话，以及他带来的牛奶和苹果，我对此毫无兴趣，因此没有回应他。然而，他显然认为我的行为是在挑战他的面子，于是他不耐烦地坐不住了，对我大声说：“你现在怎么这么没有教养了？我难道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你学来这种恶劣行径是哪门子的本事？你那一点也算不上值得学习的。”我本想反驳，但二哥却率先开口了，这使得父亲的脸立刻涨得通红。我原以为父亲会马上大发雷霆，像往常一样对着我们怒吼，所以暗自为二哥捏了把汗，生怕他吃亏。然而，父亲没有像平常那样失去控制，而是深吸了口气，平复了暴怒的情绪，然后温和地对二哥说：“今天我来是要向曼曼道歉的，我不想和你吵架，请你不要插嘴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父亲转身走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凝视着我的眼睛说：“曼曼，那天我并非故意打你，是你说的话过分了，我一时冲动才打你的，你能原谅爸爸吗？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对你动手。”我扫了父亲一眼，不在意地低头玩弄自己的指甲，看着父亲似乎要生气了，我缓慢地开口说：“自从你不顾后果地打了我之后，你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，所以请李先生赶紧离开，不要再提什么原谅不原谅的话，只会让人心烦。对了，把你带来的东西也一并都拿走，我吃不惯你买的，担心自己会得心梗。”父亲被我这番话憋得直捶胸口，大口喘息，看起来几乎要晕倒。我却毫不心疼，反而感到非常畅快。大哥也毫不心软，嘲讽地说：“你这点小事就受不了？我们兄妹3人经历过的磨难比这更加痛苦。快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除非你们3个养着我，每月给我3000块钱零花，否则我就缠着你们不放。我都70多岁了，不想再辛苦打工了。你们得负责养我。”父亲稍作缓和后，揪住大哥的衣领，咄咄逼人地说道。二哥面色难看，走上前去强行解开父亲的手指，将大哥拉开，怒斥父亲：“你先去反省一下自己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吗？为了别人的孙子孙女，你竟然对自己女儿出手，现在还好意思来求她原谅，这是何等无耻之举！事实就是这样，小妹不会原谅你，我们兄弟也不会原谅你，更不会供养你。你走了之后，我们也不会有所作为。如果你想找钱供养老伴，你最好别指望我们。我们知道你的钱都给了老伴家的子女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他们来照顾你吧。”二哥的话直戳父亲的痛处，父亲恼羞成怒，企图冲向二哥打他，但最终被大哥和二哥合力按住，无视父亲的咆哮。
二哥将他的手臂扭向背后，并拧住他的手腕，示意大哥拿起他带来的东西，一同走出家门，将物品丢在小区外面。李国顺73岁的父亲，40年前，他是一个有着正式工作的人，却看不起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。在被调到外地工作时，他不顾一切地逼迫母亲离婚。此后，父亲以工作繁忙为借口，几乎没有回家的次数。从那时起，他再也没有过问过我们4个孩子的生活，无论是精心照顾我们的饮食，还是支付任何抚养费用。母亲曾多次试图与父亲联系，无论是大哥无法支付学费，外公外婆去世需要他的吊唁，或是生活困难无法解决温饱问题，母亲都会放下自己的尊严去找父亲，希望他能给予一些帮助。然而，父亲总是冷漠地拒绝，或许是被拒绝的次数太多，母亲或许意识到了父亲的冷漠和不可依靠，于是他不再去找他。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情况，他都会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。尽管母亲生活在农村，但他是一个坚强、勤劳的人。他一个人默默忍受着困难，将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。他一生辛劳，却从未停止过。父亲缺席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无论是我们被欺负，需要他挺身而出，还是升学、工作，甚至结婚等大事，他都从未出现过。因此，我和2位哥哥对父亲心存深深的怨恨，但心底里，我们依然渴望着他的父爱，希望他会在心里给我们一点位置。前几年，在母亲生病去世之前，我们兄妹3人商议后决定给父亲打电话，请求他为母亲购买墓地，并来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多年来，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远，我和大哥、二哥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拉近与父亲的关系。同时，我们也准备好了，如果父亲愿意出钱并来见母亲最后一面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晚年。怀着期望，二哥打通了从未联系过的父亲电话，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请求。然而，父亲拒绝了，他不愿意为母亲购买墓地，声称我早就与他离婚了，没有义务为他购买墓地。至于见最后一面，没必要，我与他早就没有感情了。最终，母亲离世了。在为母亲举办葬礼之前，我从大哥那里得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私下给他打了电话，请求他回来送母亲最后一程，但遭到了坚定的拒绝。这次经历让我更加明白了父亲的冷漠和不负责任。我和2位哥哥之所以要求父亲出钱为母亲购买墓地，与父亲现任妻子有关。父亲退休后，携带着一位大妈从外地回到老家，居住在爷爷奶奶生前建造的老房子里。他们原本想搬进我母亲后来修建的房子，但被我二哥制止了。有人在村里询问那位大妈的身份，父亲自高自大地告诉大家，她是我的老伴。尽管我们兄妹3人心里不悦，却也无法阻止。毕竟父亲和母亲早已离婚多年，我们只能忍受他们在母亲面前炫耀恩爱的场面。当时母亲还在世，大哥担心母亲承受不住父亲和他的老伴所带来的刺激，因此在父亲回老家半年后，将母亲接到了市里生活。母亲以为父亲带着老伴回老家是要务农谋生，所以在离开前，将家里的所有土地都交给了父亲。1年后，父亲将土地租给他人种植，带着老伴搬到了县城，购置了一套小房子，过起了悠闲的老年生活。
据大哥2年后回老家参加喜宴时，听村民说，租出去的土地每年能有大约5万元的收入，但父亲全都给了老伴。土地是我们共有的，因此租金也应该公平地分配给大家。然而，父亲不仅私吞了这笔租金，还全数交给了他的老伴。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都让人气愤。大哥非常生气，打算找父亲问个清楚，但母亲阻止了他。孩子，你忍耐一下吧，别去找麻烦。你父亲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他肯定会对你耍无赖，到时候只会让自己不得安宁，得不偿失。大嫂和侄子侄女也出面劝说，毕竟最后分到的钱也不会多，没必要惹一身麻烦。在母亲的劝阻下，我们兄妹3人暂时忍让，与父亲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。直到母亲去世后，因为墓地的问题，我们与父亲产生了矛盾。母亲去世3个月后，大哥接到大伯父的电话：“阿东啊，你父亲快70了，还在工地上干活，太危险了。你们3个孩子应该好好劝劝他，别等出了事才后悔。”大哥口头上答应了，但心里感到有些奇怪。就算父亲退休了，他也有不错的退休工资，完全可以照顾自己，根本没必要去工地上工作。打电话询问，父亲却死活不承认。大哥费了很多功夫，才从父亲的工友那里得知，父亲之所以去工地打工，是为了凑钱给他老伴的孙子买房结婚。对别人的子女孙子费心费力，对自己的亲生儿女却漠不关心，这让大哥怒不可遏，砸了几个茶杯才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怒火。哥哥们、嫂嫂以及侄子侄女们都感到五味杂陈，唯一的共识就是与父亲彻底断绝关系。因此，我们没有给父亲打电话劝说，他选择的路自由他承担后果。接下来，我们故意忽略父亲的消息，渐渐的，好像真的对他不再在意了。然而，3个月前，父亲突然找到了我们3兄妹。我现在年纪已经70多了，正是享受养老的好时机，希望你们每人每月能给我3000元用于养老，这是你们作为子女的责任。二哥听了父亲理直气壮的要求，忍不住冷笑：“你的退休工资每月有5500元，完全足够你的生活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们愿意给你养老，每月也最多给1000元，3000太多了。”父亲急得大声叫嚷：“无疑是我的伴侣，你们必须连他一起养着。如果每人每月只给1000，总共3000元根本不够我们生活。他是你的伴侣，不是我们的亲妈，我们凭什么要养着他？他想要养老，应该找他儿子，与我们无关。”一提到父亲的伴侣，二哥怒火中烧，直接反驳回去：“他跟我结婚了，你们必须一起养着他，我们绝对不会养他。如果你想我们负责，就必须拿出这些年租地得到的租金和你的退休金，否则就别再来找我们。”大哥坚定地表态，我和二哥也表示支持，对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。父亲低声说道：“我现在没有钱了，租地得来的租金和我的退休金都给了吴姨，我不可能再要回来。”我不禁冷笑：“哦，我倒是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多义气，也有这么体贴老伴的时候。”父亲有些尴尬，用手捂住了脸，过了一会儿才放下手，再次坚持我们必须拿钱来养着他和他的老伴。我们兄妹自然不会答应。父亲突然要钱，我怀疑是那个大妈的影响。如果我们心软给了父亲钱，最终肯定会流向那个大妈，再由他给他的儿子或孙子使用。所以无论父亲如何说，我和大哥二哥都不会改变主意，
听得烦了，就直接把父亲赶出去。过后，父亲又多次前来，但都没有得逞。直到半个月前，我接受了一次重大手术，在医院休养了1周后，医生建议我出院回家好好休养，家人终于松了口气。出院当天，我刚回到家休息了一会儿，父亲却带着一份赡养协议来到我家，强迫我签字。这份协议规定，我每月必须给父亲3000元，给他的老伴也是3000元，以便让他们安心养老。协议还要求我在他们生病时亲自照料，直到他们康复为止。看完协议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刚做完手术，父亲没有丝毫关心，反而趁我身体尚未康复，急于逼迫我为他和那位大妈负担养老责任，简直是恶毒至极。我的丈夫和儿子儿媳也被父亲气得不行，上前要将他赶走。然而他突然爆发，甩开了我丈夫的手臂，冲到我面前，强行拉起我的手，要在协议上盖手印。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当我无路可退时，他开始对我大骂：“你这无耻的老东西，就不怕有报应？晚年过得痛苦吗？这样无耻，就不怕被人唾弃吗？”我还想继续反击时，父亲直接狠狠地掌掴了我一记。我的脸上刹那间布满不可置信的神色，接着他又连续掌掴我2次。在父亲被老公他们拉开后，我早已泪如泉涌。李国顺，从今以后，我与你再无关系，心如死灰。我让老公把父亲赶了出去，那张脸我再也不想看到了。大哥和二哥得知后，打电话狠狠斥责了父亲一顿，然后将他的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。我们以为这样就彻底结束了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，彼此不再交集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竟然上门道歉并送上礼物。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我再也不会原谅他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最近工厂生意不佳，订单稀少，货源不足，因此厂里领导决定给员工们放几天假，待订单恢复后再复工。雨晴回家告诉老公关于厂里放假的情况，老公欣喜若狂，笑容满面，连声说道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放假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之前厂里忙得不可开交，你们为了赶货天天加班，看你一直那么疲惫，我心疼啊。明天你去市场多买点好吃的，这几天在家好好放松。”第2天，雨晴故意多睡了一会儿，早上9点才起床。她准备去洗手间洗手时，老公俊杰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雨晴，我妈刚才打电话过来，想在城里住2天。她这2天身体有些不适，血压升高，医生建议她休息2天。妹妹家里孩子小，没法照顾她，能麻烦你照顾几天吗？”雨晴一听到老公提起他妈的名字，心中就涌起一股愤怒。她想起婆婆以前对她的种种欺凌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她怒气冲冲地回答道：“你要让我去伺候你吗？她不配。你忘了她曾经对我的所作所为吗？她自食其果，自食其果。她可以去住你妹妹家，让你妹妹来照顾她。我不过是个外人，你妈生病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雨晴挂断电话后，胸口还是一片愤怒，她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心中想起那个未出生的孩子，那是她心头永远的痛楚。雨晴和俊杰是由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，2家村庄相距不远。当时雨晴在一家超市工作，而俊杰则接替他父亲在一家国企单位工作。俊杰的父亲是那家国企单位的老员工，人缘极佳，在退休时成功为儿子安排了工作。他们2人开始交往
两家父母也都知情。当时俊杰家庭条件并不富裕，在农村只能算得上普通，但俊杰的母亲却有不同看法。她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国有企业的员工，享受着稳定的工资待遇，拥有着铁饭碗。雨晴是农村姑娘，能够嫁给她的儿子对她来说是一种攀高枝。雨晴和俊杰结婚时，俊杰的母亲只愿意出1万彩礼。他对雨晴说，俊杰条件不错，不愁找不到女友，几家提亲的我都推掉了，你们2个互相喜欢，我也不会强迫，我们家只能出这1万的彩礼，你们早点结婚吧。雨晴觉得彩礼多少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2人相爱，她喜欢俊杰，而俊杰也喜欢她。放弃因彩礼而与俊杰分手，才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。错过了幸福，错过了爱情，他会一辈子感到遗憾。结婚后，为了更快地融入丈夫的家庭，雨晴经常给婆婆和小姑子买衣服、日用品和礼物，但他们并不领情。每次收下东西后，婆婆还时不时地提醒她，记住，家里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要节俭一点，不要把自己的钱和我儿子的钱都花光了。过日子要学会勤俭节约。小姑子对嫂子格外不待见，自从嫂子进门后，哥哥对她的关爱也少了许多。以前，哥哥下班回家常常会带一些水果，而小姑子总是挑选最大最好的来吃。但现在嫂子来了，哥哥总是把最好的水果挑出来送给嫂子，这让小姑子极度的眼红心焦，气得牙痒痒的。她经常在妈妈面前抱怨，哥哥娶了个外人，把我们家都疏远了。对于婆婆来说，她也从未将儿媳视为一家人。女儿懒得动手，而儿媳则不仅要照顾家务做饭，还要帮忙干其他活，样样都不能偷懒。雨晴怀孕时，妊娠反应很强，口味变得很挑剔，吃不下饭，但婆婆却不在乎，认为她爱吃不吃，从不心疼她肚子里的是自己家的孩子。她明确地区分了儿媳和亲女儿的地位，对儿媳并不心疼。看到儿媳蹲在地上呕吐，她还会讽刺，我怀俊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我并没有像你这样娇气，我还是要做家务，甚至在收麦子时还拿着镰刀在地里割麦子。别总想着有俊杰在，我就应该额外照顾你，我做不到。雨晴生下儿子后，婆婆称农活太忙，不愿意照顾她坐月子，只说吃大锅饭就行了，单独做饭太麻烦。他认为最大的奢侈就是每餐加2个鸡蛋，而这些鸡蛋还是娘家妈送来的。整个月子期间，雨晴几乎没有吃到肉，她也不敢向婆婆提出任何要求，因为婆婆本就对她态度不好，如果再多说什么，怕是会让婆婆更加不满，甚至可能会闹到连饭都吃不上。儿子刚刚过完生日，婆婆便决定与他们小2口分家。她表示自己已经年迈体衰，腰疼腿疼，无法再照顾那么多人，因此她将一部分庄稼地分给了雨晴，减轻了自己的负担。但她并不帮忙照看孩子，让雨晴每天既要照顾孩子，又要做家务，甚至还要去劳作地里。有时候她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，但婆婆却毫不在意，即使孩子哭得声嘶力竭，她也装作听不见。然而，婆婆在外人面前却表现得很会装，抱着孩子哄着，还责备雨晴不会带孩子。小姑子结婚时，婆婆赔了几万的嫁妆，而当女婿来家时，她对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，热情招待，生怕女婿会不认她这个丈母娘。无论有没有事情，
她总是想方设法的往女儿家凑，而小姑子与婆婆的关系并不好，也不喜欢做家务。婆婆隔几天就会跑到女儿家帮她处理家务，即使女儿受了一点委屈，她也无法忍受。雨晴又怀了第二胎，恰逢农忙时节，俊杰请了2天假，帮忙收割庄稼。他将脱粒的玉米扛到2楼楼顶晾晒，然后就去上班了。婆婆也在楼顶晾晒玉米，小姑子的庄稼地则由婆婆负责，她不必过多操心，偶尔回来帮忙一下。午饭后，雨晴感到有些疲倦，于是躺在床上打算小睡片刻，却被一声巨响的雷声惊醒。她想起了楼顶上晾晒的玉米还未收进来，于是匆忙地跑向楼上。对面的楼上，婆婆和小姑子已经将自家的玉米装进袋子，准备收拾完毕。眼看着暴风雨即将来临，雨晴意识到自己的玉米可能会被雨水浸泡，她急得团团转，站在楼上喊着：“婆婆，妈，快过来帮我一下！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婆婆只是应了一声，但仍然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继续慢慢地清理着地场。雨晴见状，心急如焚，只能自己匆忙地动手将玉米装进袋子。她手忙脚乱地完成了任务，将玉米拖到一个避雨的地方。就在雨开始倾盆之际，婆婆才拿着雨伞过来。雨晴感到筋疲力尽，肚子隐隐作痛。她看着婆婆家楼上整洁干净的情景，怀疑婆婆和小姑子早就下去了，而婆婆直到这时才过来。幸运的是，玉米总算是被收回来了。她感到头晕目眩，下楼时一不小心扭到了脚踝，疼痛让她不禁坐在楼梯上。突然，一股鲜血从她下腹流了出来，绞痛袭来，她吓得呆立在原地，手摸着台阶上的鲜血，低声喃喃：“我的孩子。”然后彻底崩溃了，泪如泉涌。婆婆见状慌乱不已，连忙打电话给儿子，让他尽快回家。雨晴的嘴唇苍白，下腹传来阵阵绞痛，痛楚如潮水般袭来，让她几乎无法承受。她明白，孩子已经无法挽留，大片的血迹以及流出的血块，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。她感受到未曾成型的生命已经消逝。婆婆找人护送她前往医院，医生简单地确认了孩子的流失，却告诉她因为手续不全，无法留院治疗，只能让她回家休息。雨晴心如死灰，婆婆虽然离去，却装作好心人，安慰着雨晴：“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机会要孩子的。”雨晴气得泪如泉涌，大声吼道：“你走开，我恨你！”从此以后，雨晴再也不理睬婆婆，也再没有想要孩子的念头。等儿子长大一些后，她将他送进学校，将家里的庄稼地租给他人耕种。她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为了生活和俊杰共同努力奋斗。俊杰事业有成，近2年在单位表现出色，还晋升为领导。夫妻俩很快在城市安定下来，购置了一套宽敞的房子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自从雨晴离开老家后，小姑子也生了个儿子，婆婆便在小姑子家照料孩子。如今多年过去，小姑子的孩子也上了早教班，婆婆的年纪也渐渐大了，行动已不如以前灵活。小姑子担心自己以后照顾不了婆婆，便把她送回了家。婆婆刚回到家，就开始思念儿子，想要去儿子家住。这已经是第2次给儿子打电话了。上次雨晴直接拒绝了，这次或许是俊杰考虑到她放假，正好可以把妈妈接来照顾。然而，雨晴怎么可能忘记当年失去孩子的痛苦呢？
如果当时婆婆和小姑子能有一人留在楼顶帮她收拾玉米，另一人来帮忙，她也不会那么慌乱，淋得像落汤鸡一样，累得心跳加速，下楼时头晕目眩，最终滑倒在楼梯上，失去了那个未曾成型的胎儿。每当午夜梦回，雨晴的枕头往往湿了一片。如果那个胎儿当时能保住，现在也该是10几岁的年纪了。她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女儿，与儿子相伴，成为一个拥有儿女双全的幸福母亲。然而，那个梦想如今已经破灭。当时的伤痛让她心如死灰，坚决决定不再生育。她要努力赚钱，让那个一直瞧不起她的婆婆改变看法，这成为她的一种骄傲。尽管如今拥有了一切，却依然无法忘记那个失去的孩子，让她的内心深受煎熬和愧疚。她对婆婆的怨恨永远无法释怀，因为婆婆从未真正在乎过她。对她来说，儿媳永远只是个外人。如果让她和婆婆同住，每天都要面对着她，不断地勾起那个孩子的回忆，那简直是一种无尽的痛苦。虽然俊杰想要孝顺他的母亲，雨晴并没有阻止，因为母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割舍的。从城市到老家只有几公里的路程，10几分钟车程就能到达。当婆婆需要照顾时，她会让俊杰雇佣一个保姆来照顾她，这样她也算是尽到了一个儿媳的责任。但如果以儿媳的身份将道德责任强加给她，让她来照顾年迈的婆婆，那就绝对不可能。当年的伤痛怎么可能轻易被化解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